我救了一个被割去舌头的哑奴，他和我儿子一般大的年纪，可颈间却有着和我儿子一模一样的穆家血脉独有的火焰图腾。但我的儿子此刻应在他父亲身边庆贺他的10岁生辰，还不松手？那是给宝马吃的，你也配尝？夫人，你怎么到这脏地方来了？小人该死，惊扰了夫人圣驾。10年，这10年来，他难道就在这马厩里与畜生同吃同睡？火焰状，这是穆家血脉独有的图腾。穆家人天生体热，胎记如火，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。沈安身上没有，我本以为他随了沈清燕，原来我的亲生骨肉，他们竟敢把他扔在马厩里，让他和畜生同吃同住了10年。别怕，跟我走。这儿只有我知道，你先待在这儿。我是郑国大将军独女，当年谢战甲下嫁穷书生沈清燕，助她位极人臣。世人都说沈相深情俱内，夸我们的儿子沈安文武双全，是圣上亲封的世子。可如今看来，简直荒谬。牧野，往后你就叫牧野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安儿，今日这领口似乎有些歪了。母亲，大庭广众的，不必如此费心。10年前我难产昏迷，何莲进出产房，沈清燕在外守候。醒来后，他们抱给我一个皱巴巴的孩子，说这就是我的儿子。原来他也会这样看人，那是我10年婚姻里从未见过的眼神。那双桃花眼，简直和何莲一模一样。秦燕，当年我产出时无辜昏迷了3天3日，你究竟换掉了什么？何姨，那道点心看着不错。世子，夫人还在呢，莫要失了礼数。还是何姨细心，不像有些人整日里只知道督促克彻武功，从不问我真正想要什么。有些人，我是他亲娘，为了让他不论是文是武都能立足，我请名师日夜督促，如今在他嘴里竟成了仇。安儿年轻，说话直了些，夫人莫怪。沈相真是仁厚啊，连对府中下人都这般关照。都是同乡，自当照拂一二。何姨身子弱，这块糕点精致，你先尝尝。这不合规矩吧？在这个家，我自有分寸。爹，你说呢？是，今日你是寿星，你高兴就好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喜的日子，见红多不吉利。手滑了，我去更衣，你们慢用。真是扫兴，整日摆着张冷脸给谁看？我穆逆皇是穆家军的主帅，我的眼泪留在沙场，绝不会留在后宅。爹，他什么时候才走？快了，等拿到穆家军的兵符，他就再也不能嚣张了。千言哥哥，我怕那个女人杀伐果断，万一被他发现了。怕什么？他现在就是个只会围着后宅转的妇人，哪里还有当年的威风？安儿放心，以后穆家军都是你的，整个丞相府也是你的。我的好孩子，这10年委屈你了，叫了那个女人这么多年的娘。我本就不愿叫她娘，她身上总有一股军旅之气，令人不适，还是亲娘最好。10年竟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，同床共枕的夫君是披着人皮的禽兽，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是个随时准备反咬一口的畜生。我穆家世代忠烈，到头来竟成了这帮安杂东西往上爬的垫脚石。我现在没有兵权，没有证据，冲出去只会打草惊蛇。我穆霓凰打仗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夫人去哪儿了？让我好找。这是我亲手熬的醒酒汤，快趁热喝了。夫君，我刚才在园子里散步，忽然想起一件事。何事？何莲表妹年岁也不小了，一直住在府里也不是个事儿，容易招人闲话。
我身为当家主母，理应为她寻一门亲事。莲儿身体不好，大夫说不宜操劳，这婚事身体不好才要冲喜。我已看好了人家，城东屠户张三身强力壮，家里杀猪卖肉，顿顿有油水，定能把表妹养得白白胖胖。这怎么行？莲儿出身清白，怎么能嫁给屠户？怎么，表妹是嫌弃屠户低贱？当年你也只是个穷书生，我也没嫌弃你啊。再说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表妹父母双亡，我是她表嫂、长嫂、乳母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明日花轿就上门。且慢！娘亲此举未免太过仓促，何姨身体孱弱，怎能如此安排？我是为她好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难道她想一辈子赖在丞相府，便是一辈子不嫁，也强过嫁给屠户？何况何姨她是……住口！沈清燕居然舍得喝紫她的心头肉，看来是怕那句心上人在这大庭广众下说漏了嘴。夫人，安儿年轻不懂事，你别跟他计较。但这婚事确实仓促了点儿，你看莲儿都惊得晕过去了。大夫说她瘦不得下，不如缓一缓。既然病了，那就好好养着。来人，即日起封锁听雨轩，为了表妹静养，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。另外，表妹身子虚，大鱼大肉怕是虚不受补，以后听雨轩的膳食全部换成清粥小菜，以此清肠润肺。娘亲这是何意？这般苛待，与阮君何意？来人，请家罚。霓凰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安儿才10岁，今日还是她的生辰余庆。你也知道她10岁，10岁了，竟还如此不知尊卑，顶撞生母。今日我便好好教教她什么是规矩。你敢打我？爹，你看他！我是这府里的主母，教训儿子天经地义。把世子带下去，禁足书房，抄写孝经100遍。爹，救我！我不要去书房！何爷，救命啊！夫人，安儿还伤着，求您饶了他吧。写不完，不许用膳。若是让我发现谁敢私下接济，乱棍打死。夫人今日是怎么了？往常最疼世子的，谁知道呢？怕是世子今日真把夫人气狠了，那架势真像当年的将军。这是上好的金疮药，还有刚出锅的肘子。还是不放心我，慢点吃，没人和你抢。想报仇吗？我不会把你当孩子，在这密室之外，没人会怜悯你。我只问你，想不想把那些踩着你头的人全都踩在脚下？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是穆家的狼。狼在捕猎前必须学会隐藏獠牙，直到你足够强大，能一口咬断仇人的喉咙。霓凰，莲儿真的知错了。她在听雨轩已经绝食3天，身子骨本就弱，再这样下去，求你念在同乡之情，饶她一回。夫君为了一个表妹，竟连丞相的体面都不要了。只要夫人肯放过她，沈某感激不尽。好，既然夫君如此重情重义，我若再关着她，倒显得我这个主母不近人情。夫人英明，但我身边正好缺个贴身伺候的。既然她身子弱，那就多干点活，活动筋骨。从今日起，何莲贬为洗脚丫头，贴身伺候。还有，既然夫君近日如此操劳，这府中的中费账目、管家大权，还是交还给我这主府来打理吧，免得外人说我穆霓凰躲在后宅享清福。夫人说的是。安儿，抄书累了吧？我就放在这儿，你休息时翻翻。这是穆家的祖传兵法，你是世子，这东西迟早要交到你手里。沈世子，你在做什么？咱俩去大街上逛逛吧。正好，我在这里也没意思，走。
狼若怕疼，就只能当狗。继续。短短1月，他便能拉开300斤硬功，尽得穆家枪法精髓。这眼神，这骨气，这才是我穆家真正的血脉。爹，这软甲穿在身上轻若无物，今年我定要得到祖父的肯定。那是自然，为了这身甲，爹可是动用了半年的凤饷。一会儿见到了你外公，定要让他看看我沈家的麒麟儿是何等英姿。大梁的儿郎们，老夫镇守边关10年，最看不得的就是京城的脂粪气。今日谁能猎得那只吊睛白虎，老夫便将随身多年的跑道相赠，并许他一个愿望。爹，您就等着看我凯旋回来，让外祖父把破军宝刀奖励给我。哼，我拿了第1名，你和娘亲也会很高兴吧？去吧，好好表现给你外祖父看。我已经安排了精锐侍卫暗中助你，哪怕是堆，也要用猎物把你的功劳堆出来，务必拿下头筹。这熏香果然名不虚传，这次的狩猎我志在必得。沈安最爱用的熏香，一旦混合了特制的药粉，便是白虎发狂的催命波。沈安，你既然喜欢众星捧月，那便去地狱里招蜂引蝶吧。去吧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好戏开场了。老虎，好大的老虎，它发狂了！等等我一起走！不要过来！走开！救命啊！这是回马枪，是我穆家失传已久的枪法。你们看这少年的长相太像了，活脱脱就是大将军当年的英姿啊！像，太像了。这孩子，霓凰，这孩子究竟是谁？父帅，您看清楚了。火焰图腾，这是我穆家世代相传，非嫡系绝不可有的血脉图腾。竟然是火焰太极，那这少年才是穆家真正的外孙。那刚才被虎追的尿裤子的沈安又是谁？难道这其中有调包之计？够了，简直是胡闹！休得在御前袒胸露背，冲撞了圣上！皇上父帅，10年前我穆霓凰在相府后院九死一生，险些1尸2命，才为他沈清燕生下嫡子。可这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却早早包藏祸心，他伙同自己的同乡医女何莲，将他们苟且生下的私生子偷偷调包，放在了我的枕边。而我10月怀胎生下的亲生骨肉，唐穆家唯一的血脉，竟被他们毫不留情地扔进相府的马厩里。调包嫡子，这是灭门的死罪啊！沈相竟如此狠毒，把穆家血脉扔进马厩，简直丧尽天良！皇上，圣上，臣冤枉，这是诬陷，这疯女人在诬陷臣！父帅，皇上，你们睁开眼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穆家的亲骨肉。整整10年，我的孩子就在沈相的眼皮子底下，在马厩中艰难求生。这10年里，他受尽冷眼与苛待，他没吃过一口热饭，没穿过一件冬衣，连巷里最低贱的下人都能借着沈相的默许，随意将他踩在脚下肆意欺辱。16位亲眼所见，沈相竟能对穆家血脉下如此毒手，当面温润如玉，背后蛇蝎心肠。沈清燕，你还是人吗？诬陷！圣上，这是穆霓凰找来的死士，那是他自己弄上去的伤。他为了穆家兵权，竟然不惜自残假货来陷害老臣。好一个沈清燕！事到如今，你还当朕是3岁孩童吗？禁军统领何在？给朕把这人面兽心的东西拖过来！穆霓凰，你这个水性杨花的毒妇，为了把持相府的中弼大权，你竟敢随便从外面找个来路不明的少年，就想冒充穆家血脉！
你当圣上和天下人都是傻子吗？圣上明鉴，臣与莲儿同乡多年，向来以礼相待，清清白白，从未有过半点逾矩。这少年分明是这毒妇背着微臣在边境或者哪里与人私通生下的孽种。如今他见这私生子渐渐长大，怕东窗事发被臣休弃出门，这才先下手为强，倒打一耙来污蔑微臣的清白啊！圣上，你要为微臣做主，希望被这满心权术的毒妇蒙蔽了圣听。沈清燕，你这张嘴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臣女恳请圣上命太医端赐5加水来，当场滴血验亲。赐5加水，那可是失传已久的秘药。赐5加水药性特异，非至亲血脉，即使是同族之人也绝不相容。你敢验吗？荒唐，简直是荒唐！此等无疑之术岂能作数？本相贵为百官之首，岂能受此羞辱？我不验，我不验！容不得你！融了，竟然真的融了！沈清燕，铁证如山，你这欺君罔上、偷梁换柱的乱臣贼子，还有何话可说？来人，将这2个欺世盗名、丧尽天良的狂恩给朕就地拿下！清燕哥哥，你说话呀！你快救我呀！你不是堂堂大理丞相吗？你平日里的威风呢？你快告诉圣上，我们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将来，为了咱们的孩子。当众苟且，简直厚颜无耻！好一个为了将来！听言，你偷我穆家骨肉，竟是为了给这贱人的私生子腾位置！滚开！你这毒妇，离本相远点！清燕哥哥，你叫我什么？皇上明鉴，皇上圣明啊！微臣真的是冤枉的，微臣对穆家忠心耿耿，绝无二心啊！都是这个心如蛇胶的贱人，是他贪图荣华富贵，趁微臣在外忙于长政，一手策划了这场偷梁换柱的毒计，微臣全被这贱人给蒙蔽了。他利用同乡之谊骗取微臣信任，臣也是受害者呀！微臣也是今日才知道，这逆子竟然不是穆家的骨肉。皇上，臣是一时糊涂，受了蒙蔽，求皇上宽恕。虎毒尚不食子，这沈清燕为了活命，竟连自己的亲骨肉和相好都能随口卖了，真是禽兽不如。受害者，沈清燕，你竟然说你是受害者！沈清燕，你这条过河拆桥、忘恩负义的老狗！10年前在床榻之上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挚爱。穆家的荣华富贵，迟早都是咱们儿子的。贱人闭嘴！你疯了！你在胡说什么？皇上，民女要告发沈清燕，这个道貌岸然的畜生，他不仅调包了穆家血脉，他还通敌叛国。他这10年间利用丞相之职，欺上瞒下，贪没北疆军饷足足200万两白银。他把那些边关将士的命都换成了他沈家的金山银山。啊，200万两，那可是北疆将士3年的口粮啊！沈清燕不光贪没军饷，他还在科考中结党营私，倒卖出伪考题。那些寒门学子的前途全被他明码标价卖给了豪强。皇上，所有的命账本和往来罪证就藏在相府书房多宝阁后面的第3块暗砖里。你个贱人，闭嘴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够了！御雷军统领听令，即刻带人查抄相府书房，挖地3尺，也要把账本找出来。若有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末将领旨。沈清燕，睁大你的狗眼，把这白纸黑字看清楚了。这是休书。自古以来，只有夫休妻。如今贵为丞相的沈清燕，竟被穆大将军之女当众休弃。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我穆家的女婿，更不配提我穆霓欢的名讳。离了穆家，你沈清燕不过是一条人人喊打的丧家犬。启奏圣上，微臣奉旨查抄相府，确如那医女所言，在多宝阁暗桩后搜得私账1沓，往来密信数10封，请圣上过目。沈清燕贪没军饷，卖官鬻官，结党营私，好得很呐！好一个道貌岸然的大理丞相！传朕旨意，即刻剥夺沈清燕一切官职爵位，贬为庶人，抄没沈家全部家产，涉事之人严惩不贷。
让开！这是我的，滚开！爹，我饿了，我才是你儿子，分我一点。养了你10年有什么用？穆家军你拿不到，破军宝刀你抢不来，现在还要来抢老子的命！沈清燕，这就是你说的万子千孙，这就是你说的富贵还乡。沈相，昨儿给您提拔的那位主事托哥们儿给您带点好货。以前你眼高于顶，把我们这些当差的当畜生，如今也该让你尝尝你找的滋味。你们这些贱民，竟敢还把自己当沈相呢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穆霓凰，你这毒妇，毁我前程，夺我爵位！我沈清言哪怕化作厉鬼出卖灵魂，也定要拉你们整个穆家陪葬！沈相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。北疆10万大军已在边关集结完毕，我家国君有言在先，只要沈相能交出当年任兵部尚书时私藏的那份京城城防布控图，再加上您在狱中联络那些死忠旧部，与我们里应外合打开城门，事成之后踏平皇城，大黎的锦绣江山便分您一半，封您为大黎唯一的异姓王。穆霓凰，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你的穆家军是怎么被我踩在脚下的！我的脸飞了！皇后来接我了！这疯婆子自残了，快按住他！官爷想发财吗？送出去，事成之后，我藏在城外的金银珠宝全是你的。启奏主帅，信已截获。好一个异姓王，好一招引狼入室。沈清言，你果然连最后一点骨气都不要了。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陪你把这盘棋下完。传令下去，把那个送信的看守放了，让他以为消息已经平安送达。主帅是想，我要引蛇出洞。只有让他们觉得胜券在握，这群潜伏在大黎的乱臣贼子才会自己跳出来。这一次，我要将他们连根拔起，一个不留。救火了！救火了！快救火！清言哥哥，带上我一起走。你说过等成了事要封我做王妃的，你不能丢下我。滚开！你这个累赘，再不走，老子要死在这里！沈清言，你不得好死！你回来啊！哈哈哈哈！霓凰，这大黎的江山该易主了。图在这里，全京城的防线薄弱处，我已烂熟于心。沈相果然爽快，只要打开城门，北疆铁骑踏平皇城，您就是新朝的异姓王。今夜血洗皇城！头儿，这女人竟然还吊着一口气，没死。带走，严加审讯。沈清言人呢？密信送给了谁？说！我说，我知道他造反的银子藏在哪儿，就在城西枯井下的夹层里。所有的暗号我都知道，是他逼我调包孩子的，是他逼我传信的。求求你们，我知道他所有那些的名字，还有他的
圣上，臣请旨。爱卿想如何？请圣上即刻下旨，将金中8成城卫军调去外城平乱，皇宫方向仅留500羽林卫驻守即可。500人，穆爱卿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贼首今夜必诛。好，准奏。朕今日就将这大黎的锦绣江山与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穆爱卿了。臣定不辱命。这是一招极其凶险的空城计，也是为了将叛军引入包围圈而刻意布下的迷阵。我就是要给他营造一种假象，让他误以为他手里那份过时的城防图完全准确。我要让他笃定，此刻的皇城防备空虚，是一块能任他宰割的肥肉。来了。顺着图上的暗道走，穆霓凰把城卫军都调去城外了。现在这皇城就是本相的囊中之物。相爷，一路上竟然真的没兵，那毒妇果然中计了。她终究只是个妇人，论心机，怎能是我的对手？走，去拿龙椅。穆霓凰，你这贱人还不快点滚出来受死！今日就是你们穆家满门的死期，我要把这天下踩在脚下！我要亲自把你的头颅砍下来，高高悬挂在城墙之上示众！我要让所有人看看得罪我沈清夜的下场！穆霓凰，出来啊！就凭你！不可能，城卫军明明已经……沈清燕，这出空城计，你可还喜欢？沈清燕，我早就警告过你，我穆家打仗从不打无准备之兵。你自以为能够扭转乾坤、踏平皇城的底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我随手丢下的一把鱼饵罢了。杀！没输，我没输，我有城防图，我有天下！别过来，穆霓凰，让你的人退后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沈清燕，你真是一点脸面都不要了。啊！我的手！沈清燕，朕今日便要剥夺你生为人的最后尊严。传朕旨意，将此等乱臣贼子押赴午门，凌迟处死，诛灭九族。卖国贼，贪没我们的血汗钱去养外食，还想引蛮子入关，打死他！这种畜生，凌迟都便宜他了。开刑！第3600刀。别等了，沈清燕刚才断气儿了，连块完整的皮都没剩下。清燕哥哥，你骗我！你骗我！快点走！你爹叛国，没让你陪葬已经是皇恩号了，混去边疆挖矿吧！何以，爹。皇上，自古以来未有女子封将入阁之先例。穆氏虽有护驾之功，但未同三公，微臣恐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。是啊，圣上，女子掌兵乃纲常大乱之时，请圣上三思。朕被奸臣蒙蔽时，你们在何处？沈清燕引狼入室时，又是谁保住了大黎的江山？穆霓凰听风，穆家世代忠良，护驾有功。朕今日破格封你为大黎镇国女大将军，位同三公，见驾不屈。臣领旨谢恩。
我穆霓凰曾身困后宅16载，今日重披战甲，从今往后，这浩瀚江山，这万里铁骑，才是我穆霓凰真正的归宿。郑国大将军，郑国大将军！10年前，我以为我失去了我的骨肉，沦为后宅枯树。10年后，我亲手从那阴暗腐臭的马厩里，从尸山血海的算计里，把真正的穆家少主捞了回来。这一切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真正的战场从来不在后宅。大将军封帅才半月，这府里的杀气比过去16年加起来都重。那是自然，穆家军的魂回来了，这京城的脂粉气也就该散了。报！北疆急报！北疆赤眼关失守，蛮族联合西敌30万铁骑压境。赤岩关乃天险，更有周成业将军镇守，怎么可能瞬间失守？周成业那个畜生，他叛变了，他开了城门，迎贼入关。我父亲呢？老将军为了掩护百姓撤退，率3000轻骑断后，被周成业那个叛徒引入断魂谷，生死不明。穆家军宁死不退，请大将军出征！请大将军出征，杀叛徒，夺回赤县关！传我将令，3军集结，本将亲征北疆，谁敢犯我大黎边境，无论神魔，杀无赦！以前是我们瞎了眼，记信了沈清的鬼话，如今北境遭难，全指望将军了。恭送郑国大将军，愿将军凯旋，护我大黎百姓。恭送郑国大将军。此令可调动天下兵马。朕今日就将这大理锦绣山与身家性命全部托付给穆爱卿了。臣必不辱命。他再狠，再像狼，也终究只是个16岁的孩子。他在害怕失去这世上唯一的亲人。穆家的人没那么容易死，更何况，谁敢动我父亲，我便屠谁全族。这帮畜生连襁褓中的婴孩都放过！收声！大将军，咱们这么看着？越是血流成河，越要稳住心神，自乱阵脚，只会让更多百姓沦为焦土。启奏大将军，周成业已彻底倒戈西敌，此时他正率领叛军主力将老将军围困在断魂谷中。老将军情况如何？谷内粮草将尽，老将军率部死守，看情形，最多还能撑3日。站住！你想去送死？断魂谷3面绝壁，1面深渊，周成业在那张开了口等着你钻。周成业在父亲身边待了20年，他太了解父亲的打法了。他选在断魂谷，就是为了设死局。将军，再不救援，老将军就真的……周成业最怕什么？牧野的意思是，周成业怕大将军您，但他觉得您现在还在千里之外的京城。不错。他敢围困父亲，是因为他算准了父亲后援断绝，但他绝不敢正面碰我穆霓凰。既然他想玩瓮中捉鳖，那我就让他以为我穆霓凰还没到北疆。将军的意思是，全军熄灯行母，分兵迂回。今夜我要血洗断魂谷，给周成业一个大礼。黑旗截断退路，剩下的人随我直取谷口。弟兄们，穆老匹夫已经是瓮中之鳖，最多再撑2个时辰。周将军威武，等灭了穆家军，这北疆还不都是您说了算？等他一死，等我拿了穆老匹夫的人头去投靠西狄王，本将就是这大理唯一的异姓王。啊！是谁？谁？是谁？滚出来！
周成业，背叛穆家的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动我父亲？这不可能！太子说你还在千里之外。兵不厌诈，杀，一个不留！拦住他！快，放箭！放箭！拦住这个疯女人！大将军饶命！大将军饶命啊！我也是被逼的。西迪那帮畜生抓了我全家老小，我没办法呀！我若不降，他们都要死。没办法，那被你害死在赤岩关的3万边军，他们有办法吗？那些被屠城的百姓，那些被钉死在城门的婴儿，他们有办法吗？周成业，穆家军第一军规是什么？永不叛国。你还记得？既然记得，那便去向死难的弟兄们谢罪吧。大将军，快看，是老将军！老将军杀出来了！这就是穆家军，宁死不降。哈哈哈哈！好，不愧是老子的女儿，不愧是我穆家的种。16年了，我几乎忘了自己也曾是穆家最锋利的那把刀。从今往后，刀已出鞘，再无归期。霓凰，父帅，我在。这次的局不对劲，太精准了，每一步都在算计老夫的死殿。哼，西迪那帮只会骑马抡斧头的满番，没那个脑子。他们打仗向来是硬冲硬打，这次居然懂得围点打院，里应外合。他们背后一定有人在指挥。谁？南楚。南楚，那个与我大离和平多年，却一直暗中窥探中原的邻邦。若真是他们插手，那这场仗就不是简单的边境冲突了，那是灭国之战。启奏大将军，西敌军营有变！南楚太子楚林渊已于昨夜亲抵阵前。南楚太子他疯了吗？这是要彻底撕毁盟约！而且他不仅仅是人到了，他带来了10万南楚精锐援军，30万西敌余部，再加上10万南楚精锐，整整40万大军。大将军，咱们赤贤关满打满算只有8万穆家军，还要分兵守城，这仗怎么打？这根本就是死局！谁说8万打不了40万？琅琊谷，不愧是我儿子，跟我想到一处去了。琅琊谷地势狭长，两岸皆是枯木油草，这是南楚援军入主战场的必经之路，也是一处天然的火谷。只要风向对，这一把火就能吞掉他10万大军。好，够狠！老子带人亲自去守谷口，定让那南楚小儿有来无回。不，赤岩关是全军命脉，必须由您坐镇。这一战，我和穆野去。你疯了！南楚太子楚林渊阴险狡诈，琅琊谷一旦点火，便是断头路，那是9死1生的买卖。父帅，穆家的人什么时候怕过死？不对劲。穆霓凰，他知道我在这儿。久闻大黎镇国女将军之名，今日终于见到南楚太子楚林渊。穆将军，既然来了，何必藏头露尾？你猜，是你先点燃这座山谷，还是本宫的人先杀光你的死士？中计了！殿下有令，放下弓。殿下，此时正是斩杀穆霓凰的大好时机。穆霓凰，本宫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死在这里；第二，跟我回南楚，我许你皇后之位。如何，穆将军？考虑好。你倒是护他，可惜你护不住。退后！穆霓凰，
本宫是真的欣赏你，只要你点头，本宫现在就停手，还能保你穆家世代尊荣。楚凌渊，你是不是觉得女人活着最终总得依附谁？拦住他！快拦住他！你疯了！火势这么大，你和你的人也跑不掉！楚凌渊，看清楚了，穆家军从来不怕同归于尽。撤军！所有人听令，立刻撤出山谷！快！好枪法，穆家竟然还留了这种狠角色，可惜还是太嫩了。穆言，难怪西局那些废物怕你。现在轮到你了。殿下，护驾！穆霓凰，滚回南楚，否则下一刀我砍的就是你的头！穆家儿郎，随老夫杀贼！殿下，走吧，穆家军追上来了。有些人注定只能是敌人，从此以将诸不再闻穆子，皆不敢南下半步。我穆霓凰终是守住了穆家的国旗。镇国大将军10年前，我被困在相府后宅，被人算计，被人践踏。那时候，我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、关在金丝笼里的鸟。我以为这辈子也就那样了，可如今，我重新站回了边疆，站回了真正属于我的战场。是啊，穆言，咱们赢了。霓凰，老子就知道你这丫头天生就是带兵的料，你绝不会输。父帅，以后女儿不走了。这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家人，不是姓氏，不是血脉，而是无论生死都愿与你并肩的人。快看，那是穆家军的红旗！穆将军回来了，不是镇国大将军回来了！镇国大将军万胜！穆家军万胜！直。臣穆霓凰率部收复赤岩关，击退南楚西敌联兵，今日凯旋。这一战后，大理100年内再无人敢犯边疆。你穆家是我大理的定海神针。传朕旨意，即日起加封穆霓凰为天下兵马大元帅，总领大理3军军权，见朕不屈。加封穆野为中武少将军，赐亮金甲1套，赤羽营精锐3000。穆老将军大胜归来，世袭国公之位，恩赏万代。我终于走到了这里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再是谁的妻子，不再是谁的弃妇，更不再是晋城权富贵口中那个被调包儿子的笑话。我是穆霓凰，我是这天下兵马的大元帅，我是大黎江山最锋利的那把刀。穆言，还不去歇歇？会，只要这天下还有人想欺负我们的百姓，只要还有人觊觎大黎的寸土，就总会有仗要打。等有一天，
所有的孩子都不用在战火与饥饿里长大，所有的女人都不用再靠卑微的讨好别人、出卖自尊来换取活命。到那时候，这天下就真的太平了。这一生，我曾跌进阴暗腐臭的泥潭，也曾被最亲近的人伤得满身红痕，可最终，我还是重新站了起来。我不再是谁的附庸，我站成了属于我自己的山河。